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2022年的12月4号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了啊！不知不觉2022年已经到了尾声了，到了12月了。Oh my god 啊！那一开始我问大家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你对你2022年的投资成绩满意吗？OK，第二个问题是你想想啊，自己2023年希望的你的投资成绩是怎么样啊？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个言啊。那我今天做这个直播的准备呢，是因为希望能帮助2023年想在投资市场里面赚钱的，赚多点钱的啊。特别是如果今年投资成绩不太好啊，输了钱啊，明年是个翻身年，明年是个赚钱的年啊。为什么这样说啊？一会儿看看我给大家准备的啊，我感觉到2023年是一个非常有很多机会的一个时间点啊，关键在哪里啊？今天也会告诉大家，好吧？很多时候我收到网友的信息，就说，哎呀，2022年认识七爸爸太晚了，我也觉得真的是希望去年年底的时候，或者是今年年初的时候，能够大家早点认识我，对吧？有些网友在这里已经认识了我好久了啊，已经是说有人说看直播都能学到很多东西，都有很多的收益啊，那很开心，在每个星期天晚上给大家创造了这么多价值啊。那去年年底啊，我们回看到去年年底，其实我去年年底大家看回我的 YouTube 的话，或者是我的直播的话，里面都讲了。第一个，我感觉到美股很高很高了。我当时有一些这个拍的时候呢，大家都希望我讲讲美股，但是我觉得美股又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爆破，什么时候开始跌，但是又很高很高啊。所以去年呢，年底是比较难的啊。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一定要我讲几个股票，我觉得是很高很高。之后我就一直在说是不是个逃生门啊？3月份的时候到了5月份的时候说告诉大家真正的大跌还没来啊，等等等等啊，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很多人，包括在中间还讲过。怎么去对冲股票市场下跌啊？给了大家一些工具，有些人也是找了那个工具找到一点好处赚了点钱等等等等所以2022年我年初的时候是看对了看对了，我觉得在当时就觉得今年是很多不利的因素大家如果再回看我的直播的话，还记得吗？我有说过黑天鹅多到我们数不清，对吧？好了那过去就过去了很多人今年可能是因为七爸爸输少了钱，也有可能是因为七爸爸最近赚了点钱都是很开心的一些能听到的大家的回馈的那个好消息那好了，最重要的是2023年又到了年底了，对吧？我们来预测一下2023年，然后我感觉到呢，经过2022年一年的调整之后，2023年是充满了机会但是呢，在中国的中概股啦或者港股啦，跟美股的时间点不一样大家如果记得选股部曲第一步是股票有周期，对不对？经济也有周期，股票也有周期那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股票和美国的股票，中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经济是不同的时间点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些数据的那个调研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就是大家2023年真的是如果今年是输钱的，2023年把它们全赚回来如果今年已经是不得了赚钱的，那明年是更厉害，赚多点钱，好吧？很多人现在这个很感兴趣，想知道中概股和港股到底这个牛市的反弹牛一是不是能持续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一直有好几次都说中概股和港股已经很便宜的啦已经是到了大家很悲观的时候啦中概股和港股有可能是比美国要早进入牛一啦结果到了10月底的时候，真的讲对了，对吧？11月是不得了的好这就是牛一了好的不得了，一下子一个月之内20几个%的增长人家一年都没有20几个%增长，但是港股和中概股一个月之内就有20几个%增长那现在很多人呢就在想，哎呀，错过了10月底，那现在还能买吗所以今天给大家探讨一下
不要说1个月、2个月了啊，我们探讨一下2023年一整年啊，这个港股、中概股啊会怎么样走啊？有没有兴趣？有兴趣的话，那人数叫多点啊，叫多点人来我讲多点，好不好？OK，这个我会给大家讲一点啊。那当然最好是10月底你就来听了，是不是啊？那10月底错过了啊，赚到钱了要不要走啊？有些人在走啊，会不会走得太早了啊？现在应该买回来吗？现在应该持有吗？还是会跌下来啊？很多人还在说啊，美国会不会有这个最差的会不会有啊？等等等等啊，美国会不会还有熊市呢？还是进入了牛市啦？我们之前也讲过，关键点就是要看美股，真的现在啊是星期五晚上是到了一个关键点，非常非常的关键点啊！未来我觉得美国的股市有3个不同的可能性啊，我们今天也会给大家看一看到底是哪一个可能性有多少机会，每一个可能性当中。股票市场会怎么样走，会怎么样影响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投资，对吧？如果盲目的投资肯定会输钱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准备好了之后，知道有哪几个可能性，那我们就灵活了啊。不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能判断明年怎么样，但是我们知道这几个可能性之后，一旦有什么数据公布了啊，大家跟着七爸爸的直播一段时间之后，都知道一些怎么看一些数据了，对吧？当然大家跟了我学习整个 curriculum 整个比如说进入了 GMT 有一个这个次序来学的话，那就看得更准了啊。当然在这个直播里面，我们也会有时候用一些数据来看。那大家看了多之后，也有可能知道未来美国有3个不同的可能性到底会哪一个发生呢？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比人家更早，只要早一点点就可以了，不需要早很多，早了很多反而是很辛苦的只需要比人家早一点点。那就赚了不错了，对吧？所以今天晚上第一个关键词就是早一点点我们一会儿会给大家看到，只要早一点点就不错了。OK， 好。那当然呢，新的朋友再介绍一下的话，就是那个我这星期天晚上的是一个直播星期五上传的是我们叫大片，有很多的后期制作的大约是20分钟左右的有一个课题，每一个星期五有一个课题然后呢星期天呢是一个直播，多一点互动的，大家现场观众也可以马上问问题的，我也会回答一些问题的整个 YouTube 平台我这个希望这个初衷大家看到我现在那个后背景上传 YouTube 的时候的后背景就是无忘初衷，其中有初衷就是希望在这里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投资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能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能够让大家的财富滚雪球滚到大家50岁、60岁、70岁，那就很大的一个雪球了这是我的一个希望那当然呢，在星期天呢我们这里要有一个声明了这里是一个免费的意见免费的意见就不负责任的所有的投资都要先学习然后自己去做决定千万不要听了人家讲就去做任何的买卖事实上我一直是坚持的，如果人家的意见是做个参考，如果你需要人家给意见才能去做买卖的话，那就不要买卖了先暂停了先学习因为你还没有学会开车子的话，车子很好，但是你可以出意外，好吧所以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这个没有能力做自己的判断决定的话，先学习如何去做一个好的判断、好的决定那外面的老师很多，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不负责任那你来跟我学的话，我会尽量这个像我教我的儿子和女儿一样，用这个出发点所以我把自己不叫张老师，不叫 Alan Sir， 叫七爸爸，也是第2个初衷，希望自己一直记得我是用一个爸爸教儿子和女儿这个出发点，这个心来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投资的经验、人生的经验，好吧？那大家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赶快订阅了因为呢，我们正好在那个10万订阅者的关键点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成为我的首10万的订阅者，哇，辈分高一点那当然也是我的团队也是这个
用了好多的心思，花了好多的这个功夫，每一个星期找我来拍，做很多的后期制作。我们是去年11月开始经营我们的 YouTube 的啊，短短1年内如果可以做到10万订阅者，那当然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所以拜托也是谢谢大家给我们订阅来一个支持啊，如果可以再支持多一点的话，那当然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啊，赞好啊，留言啊，或者是分享出去啊，都是一些免费的鼓励，好吧？OK 啊，那如果有打赏的话呢，就已经我不能要求这么多了啊，打赏的话，那我们这更谢谢了啊。OK，好啊，那我们讲回了啊，那最近呢，我拍了2个 YouTube 视频啊，那我这里讲讲啊，不是我好像这个对虚拟货币特别的怎么样有仇恨一样啊，不是的啊，真的是最近有一个进了 GMT 的同学，他说在虚拟货币里面是输了好多好多的钱，输了他1半的身家。而且这个数目还不少啊，真的是这个很心痛啊，那我还是那个出发点啊。那好了，那这里我再提一下这个虚拟货币呢，不是想讲虚拟货币了，我想给大家看到，其实所有东西发生不是偶然的，所有东西发生背后有一个道理的。比如说现在天气普遍来说是越来越热了，对吧？背后就是因为我们的碳排放太多了，二氧化碳太多了，背后有科学的，对吧？那所以呢，在金融世界里面大家可以帮我做个总结，也可以在金融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都是一个 cause and effect 因果一个个的因果，骨牌效应一个个下去的然后这个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周期，一个又一个的cycle 周期。那我在年中的时候就讲了后来又专门拍了一个说这一次呢加息加到了某一个程度，现在还没有结束现在虽然看起来12月可能加息会放缓，只是放缓，还会再加，而且不光会加了之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这是鲍威尔最新的讲话，对不对？所以已经加到有很多的资产泡沫顶不住了，扛不住了撑不住了，爆破了所以我们在拍这个视频的时候，还没有币圈里面的爆棚崩盘爆破我们在拍的时候，我就说有2个可能性是会发生这个资产泡沫的崩盘的，有这个2个可能性。当然未来没发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结果我星期2拍完之后，星期2晚上就看到这个 FTX 爆破了所以给大家看到为什么讲回2个星期前的那个 YouTube 视频，就是其实背后有很多东西能够推算的，虽然不是说100%一定会发生以前有讲过，对吧？在投资世界里面一定没有一定的，但是我们推算了之后可以及早的避开了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买虚拟货币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对不对？有风险的话，我们衡量过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风险和回报不成正比的话，那我们就不要跑去那里了，是不是？OK，好，那讲完那个之后呢，上一个星期就是这个星期五的那个应该说这个星期这个星期五的那个YouTube 视频呢，我就讲到了虚拟货币2022年在爆破，一个又一个爆破，一个又一个爆破，还是这个觉得不适宜捞底有没有可能反弹？绝对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看错？绝对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只是想一想如果我看错了，你好像反弹了，你好像赚少了一点了，其实还有更多的地方可以更安全的赚钱但是如果继续跌下去，真的到最后像巴菲特啦或者 Bill Gates 啦这样说的虚拟货币跌到最后是零的话那这个损失能不能承受你要说我反正闲钱放一点点在里面咯我输掉不介意了那随便对不对？我反正也没收大家钱来拍这个视频，对不对但是一个善意的提醒所以如果你在虚拟货币里面输了钱，心理情绪上有点不舒服，那肯定的最好的当然是从来没有输钱，对吧？如果输了钱的或者你现在还是曾经赚过钱，现在还在赚钱的，
那已经赚够了，对吧？赚够了，心里面平安一点。这个人钱是赚不完的，可能又另外一个地方啊，可以帮大家赚更多的钱了，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啊，给大家一个参考意见啊，不是说我对虚拟货币好像有仇恨一样啊，只是你要继续投的话也可以，你继续投了啊，我错了，你赚了钱了啊，very good，拍手拍手啊，我当然是祝福你赚钱了，对不对？希望我错啊，大家什么地方赚钱最重要，对吧？788对不对不重要啊，错掉也可以但是大家赚钱是更好的，好吧？我祝福大家赚多点钱啊，OK， 好，那我们来看啊，刚才那个视频其实也想带出，这个爆破资产泡沫的潮啊，不光是虚拟货币，OK，而且在蔓延。我们说了，虚拟货币好像摸不到，到底实际的价值到底多少，对不对？那房地产肯定摸得到了吧？是不是你买了楼，你碰一下，这个房子肯定是实在的啊，房子也要住的，对不对？是吧？房子也不会到零的，到零的话我就出去一个个买房子了，所以房地产是不会这个到零的啊，有真正的实在的价值的。但是Blackstone 黑石 Blackstone 是一家很大的投资银行它里面有一个是房地产基金房地产基金 REIT 还是个 REIT 信托基金，现在也在遭受到投资者要赎回来，而且这个要求他已经没办法满足。OK， 说他现在是限制了这个投资者要求赎回的这个要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我之前也有讲过，对吧？美国的房地产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如果你是台湾的、马来西亚的、香港的其实可以用同样的道理我是讲一个道理，你们在应用套到你们本地的市场做一个调整，看一看本地的、台湾的、日本的、香港的，不可能全世界的市场都讲，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讲一个道理当利息增长上去的时候，公楼的利息就贵了虽然美国还是很多是30年的 fixed 这个固定的利率了所以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不要买银行股了，对吧？银行很多的买入的那些mortgage 的package mortgage 的投资MBS mortgage backed security 都是以前低的利率那当然利率下去他们会 refinancing， 利率上去打死也不卖了，对不对？打死现在哪里还有3%、2% 的还有30年的 fixed rate 怎么也不卖了，对吧？那今年的银行的亏损也会是在这一方面起码会有这一方面的亏损那当然银行股我怎么都不看了暂时都不看了那我们回到了这个房地产的话，那很简单旧的人不卖，新的人也买不起，对吧？以前的公款现在要 double 利息的这个开支interest expense 利息的支出要翻了倍以上，那楼价除非跌一半那楼价还没有跌一半，对吧？所以楼价有个滞后的效应，再加上可能这个经济会不好，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个房租涨得没有那么多现在美国的房租短期内已经开始跌下来了最近已经开始跌下来还有一个是空置率会高所以在种种的情况下，那当然如果是shopping mall其他的这些，那也会受到它的零售的影响，对吧？所以整体来说，对房地产的 REIT 不太好，所以很多人要求赎回来，的时候，他没钱赎回来，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希望它不会爆破那所以很多人来问这个爆破，虚拟货币爆破会不会影响到整体的经济？我觉得光是一个虚拟货币是不会的所以我补充一下光是一个虚拟货币回答了有些人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虚拟货币的问题只是个症状像我们看病一样，只是个症状背后的这个起因比如说我是脸上有痘痘只是个症状，背后可能是内分泌失调了，对吧？可能还有其他的地方有症状会出来。那我们现在有看到第二个症状在房地产里面出来了那会不会
这就没有了，没有其他的啊，那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会爆破，对吧？所以我们也要一个一个看啊，下一个又是在哪里爆破啊？那房地产如果真的是这个一直衰退下去的话，房地产对经济的影响会大很多，因为整个经济啊，整个社会的经济里面最大的那一块就是房地产，好吧？OK，那好了。所以呢，这个其实我在几个月前，5个月前也看到啊，5个月前有讲过，当时就讲过虚拟货币啦、房地产啦，还有债券啊，债券到10月之前都是在跌的啊，11月呢有一点点反弹，对吧？所以债券算好一点，房地产到现在为止在跌，虚拟货币跌的更多，对吧？还是一点啊，这个就我刚才所说的啊，所有东西有一个cause and effect 因果的一个影响，而且这个是一样啊，一个传给一个，一个传给一个这样的啊。当时我就讲过，这是一个钟摆效应。以前真的是量化宽松太多了，以前是降息降的太多了，降到零利率，降到负利率，量化宽松钱多的不得了，所以资产泡沫不得了。那资产泡沫不得了，现在美联储在缩表，对不对啊？QT 缩表以前是 QE，现在是QT 这一次今年的加息是加的非常高、非常急、非常多的12月就算它放缓加息，也要加息所以这次我们这个加息这个浪潮还没有结束所以呢，未来这个资产泡沫涨上去的泡沫还要继续调整的话，那大家要小心一点，OK 但是曙光已经看到出现了我们要记得一点，房地产是会走的比其他的实际的经济还有实际的那个比如说房地产要前面所以我说的可能是我刚才讲股票走在房地产前面，股票走在实体经济前面我不知道刚才讲到哪里好像是讲了房地产讲错了，我说是股票市场走在房地产和走在实体经济的前面，OK 那好了。我们又讲回上个星期了所以大家来看788的那个直播蛮神奇的，对吧？上个星期很多人在看世界杯这个星期也可能在看世界杯。当时我们看看新闻我在做这个之前一看，哇，郑州的富士康出问题了很多人暴动了，要出这个暴动的警察等等等等，对吧？好像很糟糕再一看上海也有很多人在这个马路上还有好多的地方，不光是上海，好多地方都有人上街去表态我们就讲了温和一点，表态 OK。我一看哇，好像事情蛮糟糕的，对吧？我马上开始鼓励大家一些另外地球另外一边好像事情是不太好，但是大家不要那么悲观记得最差了之后就会好了，对吧？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直播才短短1个星期之前最坏的事情这个时间点之后就会变好了所以我们要保持乐观那我们再看一下其实上个礼拜讲完直播之后，我再回去看看新闻，看完之后我失眠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我在思考未来，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多思考，多学习，多思考多学习，多思考，对吧？那我就在想了那未来会怎么样？未来会好像中国89年，还是像香港19年，还是没事情？OK 我们要开始想，对吧？然后呢，我想了3个不同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中国政府是完全有能力这个是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的，好好的处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3次了，应该也会学会怎么处理的更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89年可能处理的可以更好的就讲的温和一点了那学过了之后，其实应该能处理这更好，对不对？我们看到19年香港这一次是处理的蛮好的
我觉得啊，每个人意见不一样啊，我觉得起码没有太大的问题，后来也去解决问题了。OK，所以19年处理的蛮好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会一次比一次处理的好。OK，这是我当时的结论啊。那所以呢，第二天早上一看，哇，这个股票啊。一下子跌了4%到5%啊，4到5%啊，有些股票跌了更多啊。这个恒生指数一开始是跌了700点啊，好多哦。这个时候，那因为我之前那一天晚上已经有脑袋里做过预测啊，所以大家平时多思考还是有这个有作用的，有好处的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分别什么股票就不用想了啊，这个乱码会买错掉啊，或者是买了不懂走的话会输钱，我就在公开场合不讲什么股票了啊，在 GMT 里面大家知道我买了什么，对吧？在这里就不讲了啊，这个。但是你看到这个时间点还是装的蛮好的啊，这个又有再一次的机会，这个能拿到一点好处了啊。那人家可能会说七爸爸已经赚了这么多钱了，已经有这么多钱了，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多心思来股票市场里面再捞底了，再赚钱了，对吧？我想带出另外一点，就是做任何事情这个得到什么分数不要紧，最重要是要享受这个过程啊。我在投资里面有一句话叫 "Investing is for pleasure, not for pressure" 啊。这个中文翻译的话就是投资是为了要喜悦开心而不是要压力英文pressure 好像蛮押韵的，对吧？所以 investing is for pleasure, not for pressure 我们一定要这个从中得到乐趣当你得到乐趣的时候，你会不断思考当你得到乐趣的时候，你会不断去钻研，不断去进步，不断去这个好玩又享受这个过程，对吧？所以就越做越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现在我觉得是股票市场每次开了之后是考眼光的时候，考眼光的时候，对吧？然后呢，我小时候很喜欢这个下棋啦、打牌啦等等，都是考眼光，对吧？那现在有个股票市场永远每天星期一到五每天都开的开完港股开美股，开完美股开港股还有全世界其他的股票我都可以投资所以感觉到有人在陪我玩所以呢，我也是作为一个乐趣我也是抱着这个。乐趣做了好多的功夫研究这要不然真的是好像我干嘛要这么辛苦，对吧？所以也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做任何事情，很多人打工的时候，哎呀，我的工作很苦闷以后财务自由就不做了，很多时候，哎呀，做这个不好苦闷对吧？所以大家想一想，在投资的时候，大家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心情去投资的如果你哎呀输钱了，哎呀又被割韭菜了，哎呀好惨哎呀，那其实我觉得大家的投资不会很好，因为你是抱着一个哎呀同样打工一样的打工你回到公司，老板我又来了老板我还没财务自由，我就好痛苦来给你打工了，对不对？你的老板看到你已经不一样了同样你做生意的话客户就是你的老板，对不对？老板我的店开门了，进来了shopping 了这个花费了对吧来欢迎了还是你要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我的做生意好辛苦，这又是完全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股票市场其实也在经营这个股票市场每天都开。上一次我也讲过股票市场里面不断有人输钱给我那我感谢平时没有机会多谢大家输钱给我，那我这里多谢大家输钱给我，对不对也要好玩一点那当然最好是大家学了之后一起去赚钱，一起去赚人家还要输掉的冤枉钱，那些人这个好了，这里带出另外一点就是平时机会永远都在，每一天都在，关键是你有没有眼光看到这个机会，好吧？这一个今天又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总结一下机会每一天都在，每一个小时都在，每一秒钟都在，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眼光去看到这个机会，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判断力、这个能力去把握这个机会。
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做参考，好吧？OK，那好了，我们再看一下新闻了啊。上一次我们说到这个最坏的之后就好了，对吧？有个网友非常好啊，就给了我一个中文字啊，4个中文字，否极泰来。否极泰来是个八卦里面的一个卦，就是最差了之后就好的东西就会来了啊。结果呢，真的啊，这个上星期天晚上好差啊，好多人上了马路上去这个否极泰来。否极泰来，sorry 啊，我的这个中文还不好，我的队友又这个给我学习的机会，否极泰来不是否啊，这个否极泰来，OK。那那好了，这个否极泰来啊，这个上个礼拜是不是中国内地的一些城市里面晚上蛮糟糕的，有人在街上拿了一张白纸啊，那好了这中国的领导人也听到了，习大大最高领导人也在见外宾的时候讲到这个现在 Omicron 的这个死伤率已经没有那么大了这个政策也会这个需要适当的调整了包括核酸的这个测试包括有一些方舱的工作人员等等的有些城市已经解封了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些地方中国蛮大的不会一夜全部撤离的但是我们都看到是往那个好的方向在走，好吧？那我们感觉到当然中间肯定会确诊的人数多了一点点啦，有一些反复的那个疫情的状况啦，我们香港经历过，台湾经历过，新加坡也经历过，对吧？一旦这个确诊人数高了人家很多人都经历过一次了，那之后就有免疫力了这个社会就回到back to normal 回到正常了，好吧？那好了，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基本上困扰中国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情，这个新冠疫情的封城不是新冠疫情，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封城的政策清零的政策，这个当然是可能会使到确诊的人数少一点，但是对经济的打击是很大的那这个应该已经是开始落幕了什么时候完全落幕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开始落幕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好吧 ？OK， 那讲完中国了一会儿我们看看对投资的世界里面有什么的影响我们再看看美国，因为中国的投资市场也受美国的影响，对吧 ？OK， 那美联储的鲍威尔呢，在这个礼拜有讲过我是把他的每一个字都看过那我得到的最大的信息呢，除了是12月可能放缓加息之外，他还是非常的注重这个 committed 注重这个致力控制通胀，而且他明确讲到要希望控制回到2% 的增长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强的一个信息呢，就是劳工市场 labor market 现在还是非常的强劲，他也讲了原因非常的强劲，而现在他的工作是要使到 labor market 劳工的需求要降低 ，OK， 所以他明确的讲了他的工作的目标那在这个时候呢，之后一天就是星期五之后两天之后出来的非农就业数字，我们有看到，就像鲍威尔讲的劳工市场非常好，那个新就业市场呢是高于预期。预期大家的预期是这个20万人但是呢，后来出来的数字是26万多所以他再一次给大家看到这个劳工市场是比市场预期的要多 OK 是这个那大家就看到那现在美国既然劳工市场还是这么的旺，鲍威尔也讲过要继续要冷却经济，对吧？所以明年呢，大家预期呢，他会继续的下猛药来冷却经济，使到这个劳工市场冷却下来，对通胀这一个压力下来通胀有很多个因素，我们看到
能源食物啊，这个已经下来了啊，但是这个劳动力啊，这个租金也下来了，但是就是这个劳动力这个短缺所引发的工资的增长还在上升啊，所以大家其实宏观经济跟着七爸爸一段时间之后也开始蛮熟悉了，对不对？其实到最后就这几样东西，慢慢就学会了啊。OK，好。那我们看回呢，其实美国经济现在真的还是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强的。但是未来，我们估计因为要不断的加息，特别是加息时到，我们刚才也讲过，房地产也开始冷却了，房地产的冷却也会影响到经济所以未来美国经济衰退的机会是越来越大了。OK，那好了。这个趁这个机会加插一个网友的问题网友问这个2023年听说呢，经济会比今年更惨，不知道这个说法准确吗？OK，首先我感谢这位网友来问我问题大家都是花了时间来答问题所以我有时候讲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不是针对网友的不是说你有问题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曾经不懂怎么问问题的，所有人都曾经不懂怎么去解答或者是看一个事情的，对吧？所以正好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借着这个网友的机会这个带出我之后几张PPT 准备的带出的一点那我只是说这个问题所以问问题的人是没问题的所以这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我来看大家也可以写一下，在你的意见也可以发表一下在留言区。我觉得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思考的问题或者这个问题什么，感觉到好像是这个，因为我们可能教育系统里面好像答案只有一个，对不对？未来就会怎么样？明天太阳会上升这个好像就只有一样东西会发生，对吧？但是真正未来呢是没有发生之前呢是充满着好几个可能性不一定是无限的可能性，但是好几个可能性。所以明年如果我这样回答明年的经济有可能比今年好，也有可能比今年差，真的不知道。那你说你回答了，好像在敷衍我对不对？是不是敷衍这个好像没有回答，敷衍我，好像在敷衍我好像没有回答我有可能比今年好，也有可能比今年差，那等于 bullshit，谁不知道这个明天股票可能会涨，可能会跌，对不对？但是你说明天股票会涨吗？有可能会跌你说明天股票一定跌吗？也不定有可能会涨有可能不涨不跌对不对？所以未来其实是一个可能性不是说一定会比今天这个比今年好还是差那所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花了好多的时间画这张图，因为当然这个数字是这个研究是我不断的在研究的所以要画这幅图已经是用了我好多时间，不断的累积的观察这个明年的经济不断观察，然后又花了好多时间来画这张图，因为我想很容易点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出来所以大家如果感觉到七爸爸这个有用心来回答问题给大家创造这样子的话欢迎赞个好点个赞包括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我的功夫没有白费好吧？好，那我们讲回这一点那明年其实美国的经济呢会有3个可能性，OK，3个可能性这个其实经济有2个可能性，但是再加上通胀，就有3个可能性了通胀加经济有3个可能性，OK，那通胀呢，我们现在看到像右上角的那个白线右上角的那个白线是往这个方向下来了其实明年的这个美国经济有4个可能性有可能是高通胀，但是经济很好像今年一样，对吧？像今年是经济蛮好的但是通胀也蛮高的但是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了明年以下这3个可能性的机会会大一点，OK
那第一个啊，我们首先要明白上面啊右上角那个白线代表什么了啊？右上角那个白线代表呢，今年刚开始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是还算不错的啊。我们从劳工市场来看啊，这个定义来看还算不错的啊。那再加上2021年也是非常好啊，所以这个白线的图已经是从2021年开始啊。那2021年非常好，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新冠疫情之后有财政的刺激就是给国民发了好多的支票用的钱，然后呢量化宽松，所以楼价涨了股票涨了，很多人赚了很多钱。OK 再加上那个时候经济也很好利息很低，经济也很好，所以美国的那时候经济是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所以这往上走的时候，通胀上去了，对吧？所以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到了拐点到年初的时候，3月份开始我其实是6月份的通胀最高点所以最高点那时候是6月、7月的时候最高点。美联储是3月份开始加息6月份开始缩表，到了7月份通胀到顶，然后呢开始回调开始回调，所以这个时候现在的美国的经济还算可以，不算太差，还算可以但是这个趋势已经是往下走了而且一旦形成这个趋势不会马上停下来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明年的话是往下走，不会停留在这里，所以明年的机会停留在这里的机会是0往下走的那好了，有10%的机会，不会很大10%就是有一点点的可能性呢。通胀又失控了，下来之后又失控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失控了，又反弹了。OK 那通胀很高，那美联储加猛药，再加息猛药这个又回到3码的加息了，又加多几次了。OK 然后加了好多的息，在高息的时期维持很长的时间，使到美国的经济是进入了一个大萧条可能中间还有一些金融的动荡金融的风暴股灾什么暴雷好多的一些系统性的暴雷那这样会产生一个大萧条。OK 那再重复一下这个可能性只有10%，不是很多好像不要说七爸爸老师在这里吓人家，只有10%的机会。但是一旦这个第一个 scenario 发生的话这个会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所以为什么我拍视频大萧条如果来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的话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真的要做好准备。虽然它的可能性只有10%，好不好帮我写一下可能性，大萧条的可能性只有10%。OK， 所以大萧条滞胀最坏的可能性只有10%。如果这个发生的话，那当然这个股票市场会跌跌得蛮多的这是第一点。OK， 好，第二点呢我觉得现在这个机会是40%就是这个通胀继续往下受控第一个 scenario 是通胀又反弹了这个没有受控了暂时看不到什么原因暂时我觉得这个应该这样趋势下去，这个通胀会越来越低我们以前也讲过，对吧？要市场反弹股票市场反弹，其他市场反弹有3个因素，其中一个就是通胀受控那我个人觉得通胀现在应该是受控了也就是最近的股票为什么涨上去，因为大家觉得通胀是受控了那所以第一个 scenario 是通胀又失控了那第二个scenario 场景可能性就是通胀逐步的回落了，现在是还是蛮高的6点几如果是看 PCE 核心 PCE 最新的话是6.0那明年继续5.0 4.0 3.0逐步的下去。 OK， 那经济呢，因为美联储加了息有一个轻微的衰退，是去到了一个经济衰退 recession 的一个可能性了如果在这里的话呢，股票市场有可能会好，有可能会坏但是不会太就是会那里平衡的波动，横行的波动。 OK 所以也没有什么肉吃，横行的涨一会儿啦，跌一会儿啦，涨1-2个月了，跌1-2个月了，涨1-2个月了，跌1-2个月了，就像
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啊，涨的时候蛮开心的，过2个月又跌了，又蛮失落的，对吧？就横行了啊。OK，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呢，我觉得啊是通胀见顶了，下来了，然后啊这个美联储加息也没有导致美国的经济的衰退啊，是个叫软着陆。软着陆就是说经济还算可以，就是没有太热，没有太好，使得它通胀软着陆了，但是大家还能承受。像那个飞机安全着陆了啊，这个经济的增长安全的回到了一个比较低的时代，但是呢没有爆盘，没有爆破，也没有什么灾难发生。OK，这叫软着陆啊。那如果是一个经济软着陆，这个通胀有受控的话，那这个股票市场就会进入一个牛市啊，非常好的一个牛市。OK，那这3个可能性啊，我觉得呢，这软着陆的这个可能性啊，反而是蛮大的。OK，反而是蛮大的啊。那之前我觉得第2个可能性会更大一点啊。那但是最近啊，我觉得整体来说，因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也开始开始好转了啊。那11月的时候，中国也开始好转了，强美元也开始扭转了啊，开始回去了。所以11月开始看到了机会啊，看到了希望。10月底的时候是可能第2个场景是可能性最大啊，所以这个要不断的调整啊。到了现在，我觉得第3个可能性比较大了啊，那不排除未来又要调整到第2个或者第1个啊，所以这个要不断的看的啊。在这一个今天来看，我觉得第3个可能性会是最大的啊，所以第3可能性最大，如果发生的话，美股会进入一个牛市。什么叫牛市？就是大涨小回，大涨小回。整体来说如果我们不看每天的波动的话，整体来说是往上涨的啊，所以这个是这个不同的情景啊，我们都要有不同的准备，好吧？希望这一个幅图啊，把明年美国可能会发生的3个情景给大家讲了啊。那当然大家要密切留意，不能说这张图就好像明年就是一直照着这样去投资啊。那但是给了大家这3个可能性之后，每一次有什么公布数据发生出来的话，那大家可以及时的马上的知道怎么去应变了啊。那当然你要订阅七爸爸的这个或者进了我的 email list 啊，或者是进入 GMT 或者是在我的那个 YouTube 里面都会听到我一些的这个分析分享，我会帮大家去跟踪去 update， 好吧？那当然程度不一样啊，这个 GMT 大家的时间是最多的，而且学习好了之后谈的深度也是最多的啊。就像大家到了大学了可以讲多一点这个多一点工具来讲了如果大家看 YouTube 是幼儿园是个入门，到了 GMT 是个大学，那我们肯定讲的东西程度会不一样，好吧？当然中间有个学习的过程OK， 那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张图呢，我是市场里面觉得现在如果是通胀受控的话，就是刚才第3个 scenario。第3个 scenario 通胀下来或者第2个 scenario 也有可能这个通胀下来，总之是下来，不是第1个如果通胀下来，第2或者第3个2个都有可能性，对不对？所以它这里呢也是一个百分比，一个发生的几率的百分比，我们要看的话也是40%几是在这里如果这个百分比来看的话，所以它也是用百分比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是个百分比 OK。那明年会什么时候加停呢？12月加2码，然后到这个1月份2月份2月份再加2码 OK。所以它12月加2码，1月份不加，2月份再加2码，然后就在那里到顶了，明年的2月份到顶了 OK。然后当然什么时候降息我觉得太早了肯定会变化的一年以后的事情看不到了但现在很多的市场里面看的就是12月加息加2码明年的2月份加息加2码，然后就见顶了如果真的是这样发生的话，那这个股票市场就会很好我觉得如果真的这样发生的话明年2月份到3月份美股会开始
好啊，所以这个是好消息，对不对？尤其是今年很多的股票跌了一半或以上啊，所以去年我所困扰我的美股太贵了，今年已经是打了折扣了啊，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了，回归到了一个合理的价值了。那如果真的到了明年的2月和3月份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如果真的到顶了那当然还有一个忧虑的就是经济的衰退啊，所以我们刚才看了到底是第二个 scenario 还是第三个 scenario？如果是经济很差的话，那这个加息到顶的利好的因素，给那个经济不太好的对冲了所以这两个是对冲的。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个股票会涨涨跌跌，涨涨跌跌，但是横行的，没有怎么一个趋势出来？因为利息不涨了，股票会涨，但是经济不好了，股票会跌利息不涨了，股票会涨，经济不好了，股票会跌所以第二个 scenario 就是涨涨跌跌，但是到了第三个，经济又不太差，软着陆，但是利息到顶了，这个时候对股票市场就会好对债券也会好对起码债券和股票都会好。OK 那所以我觉得在解释了刚才为什么第二和第三两个股票的这个股市的一个走法趋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听得明白吗？听得明白请 OIC OK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美股刚才是我个人的分析，那我们看看市场股票市场的走势，其实也能找到一些整体的市场是怎么在看这个未来的那我们看到上两次、3次我都给大家讲要密切留意这个股票会不会到第一个阻力位，就是这个下降轨道的顶能不能突破？如果突破的话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信号就是牛市回来的第一个信号但是呢，我们看到好邪又到了我7、8就告诉你这条阻力位是不是讲了好几次了？你回看上几个礼拜都讲当时还没到，我就说到了这个阻力位要密切留意能不能穿破，穿不破的话有可能就这个牛市还没来。我个人当时我说过的我觉得熊山来的机会还有很大的机会这个熊市还没来，所以还没结束，这个熊市还没结束，熊山还没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大的机会没有突破这个牛市不会来因为熊山还没来，对吧？但是万一它突破了这个下降轨道的顶那这个牛市可能就来了熊山就不来了，牛市就来了那我们看到它到了星期四真的是碰到顶了结果就下来了就这么写，到了顶了，碰了一下，结果就下来了。OK， 所以这个第一个暂时还没有穿破，那未来会不会穿破我不知道，暂时还没穿破。那就算它穿破了，还有第二个就是那条绿色的平的虚线平的虚线，第二个能不能冲破？第三个就 RSI 能不能超过70，不往下走。到了70不往下走，这股票继续往上走，这个牛市就来了暂时没有看到这个情况下，对美股继续等一等但是好消息进来，对吧？明年有可能50%的可能是加息加到这个2月份就到顶了如果真的到顶的话那是非常好的，好吧 ？OK， 所以先给大家整个美股2023年看好了但是我有2个好消息有更好和更好的给大家所以呢，第一个美股到现在为止还是谨慎，但是不要太乐观了不要有人问为什么不要做空因为不需要那么悲观 ，OK， 不需要那么悲观了中概股能买吗？等等我马上就到了OK， 好，就讲到中概股了，对吧？中概股在11月份是非常的好11月份整体的股市都好日本的汇市英国的汇率这个或者是美国的股票都好都不错台湾的股票也不错台湾的股票这个也涨了15% 左右，对不对？但是香港的股票涨了26%26%那很奇怪
1个月前谁都说绝对不看港股了，一辈子不买港股了，香港完蛋了，中国完蛋了。现在我们看一下，好多的基金经理就说，现在港股太低了，中股太低了，未来他们都会回来香港啊，回来中概股和港股。OK， 所以这个一下子啊，现在反而中国的股票、香港的股票和中概股，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变成了华尔街的达领，变成了华尔街最爱的一个公司啊。那当然，京东涨了好多，对不对？但是我们找的那个涨了更多啊。经常我说啊，人家问阿里巴巴能买吗？对不对？阿里巴巴是涨得不错啊，因为很多老外啊，他们不懂中国的股票，阿里巴巴 OK， 阿里巴巴对不对？因为名牌嘛，牌子大嘛，人家外国人知道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随着外资的回流啊，阿里巴巴也反弹了啊。但是我经常说 there is better 啊，有一个更好的啊，有一些更好的，所以我个人没买阿里巴巴，我个人没买这个腾讯啊，但是我有买更好的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学习重要啊，这个错过不要紧，那学习是最重要的啊。那这张图以前大家都看过，对吧？在我的选股5部曲啊，我的总结了30年的经验之后，其中一张图啊，几百张图里面，其中有一张图就这一张图啊，这一张图大家当时是不是带着大家看？当时是熊山啊，当时啊。熊山啊，我告诉大家是港股熊山、中概股熊山、中资股熊山，美股还没到熊山，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美股现在是可能还是在一个大跌小涨，大跌小涨，刚才还是个下降轨道，我们看到是下降轨道，所以是还是在一个熊二的阶段。OK， 所以为什么788观望，只是观望，不做任何事情，观望啊？因为我觉得暂时来说啊。当然熊山有可能不来，这个直接到牛市啊。但是我刚才有讲的那3条线还没过，三条红线还没穿过，对不对？还没突破，所以我继续观望啊。但是呢，港股、中概股明显的，我带着大家看的有没有free fall 直插 free fall， 10月底肯定有，对不对？有没有绝望？有。那应该做什么捞底啦，大量捞底，捞底的时候怕不怕？肯定怕了，对不对？肯定每天都跌哇，怕不怕？但是要赢家的策略就是要捞底，大胆的捞底啊，因为一旦反弹的话现在我们看11月份对吧？主要的动力就是熊山跌过头了，10月份跌过头了，港股跌过头了，中概股跌过头了，一下子反弹所以不是因为什么经济好。而是因为一下子反弹了一下子反弹之后能不能追到追不到的，大家只是哎呀能买吗？哎呀能买吗？这么高了能买吗？对吧？迅速的反弹是追不到的外边有些人说，哎呀跌的时候不要去接啦，等它反弹的时候你再接啦。我会告诉你是反弹的时候是接不到的，对不对？大家只有空遗憾，哎呀感叹遗憾，哎呀对不对？因为在跌的时候，真的你不能，就人家绝望的时候，你要去捞底当人家现在有没有怀疑？还是有很多人怀疑的。中国马上好了吗？还在清零哦。美国还在制裁中国哦，中国的经济还在不好哦。美股熊山怎么样啦？对不对所以还在怀疑。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取一点好了，我们刚才有讲过。中国随着它的清零政策停了、消除了、慢慢退下了，对不对？明年的经济会复苏了今年的企业的盈利真的是到底了，对吧？所以明年这个基数少了基数少了之后，明年这个分母少了，它的盈利会不会又回到了增长 ？OK， 记得一点，股票市场是走在实体的。那个经济的前面3到6个月的，只要明年中国的经济好的话那股票的投资者先知先觉的那些 smart investor 这个聪明的投资者就会偷步，就会事先买好 ，OK
纯纯的投资者就交个韭菜那些是后知后觉，我们要做到先知先觉，要早人一步啊。所以先知先觉的话，一看到明年要好，今年就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你同意啊，明年中国的经济要好的话，那今年就要买了啊。所以这就是到了牛二，企业盈利增长，整体的经济复苏，企业盈利增长还没发生啊，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你看这个好像一个乐谱一样，就从牛一进入了牛二了，对吧？到时候大家就回来就很乐观了啊。这个时候就要 buy low sell high 了。OK， 好，那给大家这个不断的 update 啊。OK， 那我们用刚才那幅图来看呢，中国的经济是走在美国的前面啊。中国经济刚才美国还在上面，对吧？中国的经济是走在美国上面啊，这前面。所以中国现在的经济放缓，不能说recession 啊，不能说经济衰退，因为它GDP 还是在增长的，只是没以前增长的那么快啊。所以它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地方了，但是它的通胀不高，中国的通胀不高。那如果明年的清零放松了啊，经济复苏了，它是会这样走的。这样走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的那三个场景啊。很大可能啊，我就不排斥它两个了啊，省点时间，很大可能中国70%的可能就直接到了这一个第三个scenario 啊。所以刚才我说过，如果美国到那里是股票会涨，对吧？所以中国如果是这个 scenario 的话，股票会涨啊，所以说很好的消息，对不对？而且呢，还有一点啊，因为中国相对美国的股票还是便宜啊，虽然一个月之内反弹了好多，但今年还是跌了好多，去年也跌了一点，对吧？所以整体来说还是便宜，所以还是便宜的情况下，你的分母小了，你的投资回报相对来说会更高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相对美股，我是对中国的股票啊，中概股、港股中资股我是更看好，好吧 ？OK， 那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技术指标啊，技术指标看的是一个市场给我们的信息啊。所以市场给我们的信息的话呢，我们看到那个绿色线和蓝色线有个交叉，那个叫黄金交叉啊。如果你不懂的话，我的课程里面有讲过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学习。OK， 所以这个黄金交叉出现的时候，代表着这个市场告诉我们资金这个我们要这个做统计的话，不是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一个市场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这个这个势这个赛这个 trend 已经转了。OK， 这个 trend 已经转了啊。刚才我们看美股的时候，看不看到那个 trend 还是在下降轨道，还是 downward trend 还在下降，对吧？它没有突破没有突破。但是港股来说的话，已经出现了黄金交叉，出现了黄金交叉之后，它这个 trend 已经是过了所以这个策略也要改了策略也改了。以前是要捞底，以前看的什么 RSI， 以前看的 RSI 到了哇这么低的时候要捞底，对吧？RSI 是其中一个捞底的信号我们要三面镜，就3个买卖的信号。那这里我还有其他的信号因为我要给大家看到这个黄金交叉，就其他信号就不给大家看了其实10月底的时候是3面镜全部齐了，所以当时为什么敢大胆的买这个我就是多方面多维度来看这些事情的，对吧？那现在呢，黄金交叉之后，我们不再捞底了，我们要顺势的，不能说哎呀 RSI 已经很高了因为我们现在要顺势的，这个顺势的话因为是黄金交叉之后顺势的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现在就不要捞底了，因为要捞底的话，可能捞不到底，因为都会往上涨的机会会很大的真正到了牛一之后就牛二了，牛二的话会一直涨下去的话，那这个势这个 trend 势这个会很强我们有句话叫有智慧就趁势趁势去做事情所以选股5部曲第一步是牛熊周期，牛熊周期，美国现在还没有离开熊市，中概股现在是往上涨了，是已经到了牛市了。OK，
中概港股啊、中资股啊。那当然，很多网友就会问了，那如果美国熊山的话，如果美国股灾的话，会不会影响中国的股票啊？是会的，OK 啊，这个是肯定会的啊。那我们也是来像这个scenario planning 啊，这个不同的情景，对吧？不是说一定会美国有熊山，不一定美国有股灾，对不对？有的股灾的可能性，也有股灾没有的可能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美国股灾，中国的股票会跌一点点，但是跌的没有美国的多。但是如果美国也没有涨也没有跌，中国应该会涨，因为它已经到了一个牛市。OK， 如果美国涨的话，那中国会涨更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吧？所以大家问，美国如果股灾会不会影响中国啊？会的啊。我之前一直不知道怎么回答，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一直就，所以大家问的问题啊，七八把是很认真在思考的，我一直放在我的脑袋里，一直在想，只是没有想到一个好的方法来回答你啊。现在这幅图也是我想了好久想出来的啊。美国如果有股灾，中国会股票会跌一点点。美国如果没有股灾也没有涨啊，中国的股票可能也会涨啊。美国如果涨的话，那中国会涨得更多，好吧？就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OK， 好了，那这个是个好事情啊。所以刚才我们讲了美股已经不太差了港股会比美股好，中概股会比美股好啊。但更好的消息是呢，我一向说选股的重要性，对吧？选股不许，第二、第三步就选股了啊。那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那当时也好玩一点，去看哪3个股票是比较好的，对吧？那当时呢，其中一个是富途那个我女儿那时候在讲，富途也讲了一些原因，为什么富途大家如果有跟踪的话，曾经我们还在公开场合讲一点个别股票后来发现很多人不懂整个买卖选股5部曲的方法，就高位买啦，然后就来问好多的问题出来了所以我们以后就不在公开场合再讲个别股票，但当时还讲过个别股票的，富途是我们其中一个讲过的股票那我们也一直很看好的，对吧？那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一点从11月来看，或者10月底来看，它富途是涨了超过了1倍，那当然我是有富途的，对吧？所以给大家其实我不想讲个别股票的也大家不要跟着我去追现在已经不是当时的那个股价了，我现在有一点点套现了所以不要跟着我去买，好吧？这个一会儿我会讲讲为什么这个有点套现等等，不要跟着我去买但是想带出一点就是选股票在看对整个大势的那个选股部曲，第一步看懂牛熊周期，看准大势的趋势底下，选择到好的股票的话，它会涨得更多记不记得七爸爸一直说要10倍股，因为它真的涨起来会涨得比人家快，比人家多下面那个浅蓝色的线是 S&P 500 OK 美国11月有涨，但是涨了 6.9%， 不错6.9%但是跟富途来比真的好像是下面没涨过一样，对不对？下面那个是美股S&P 500上面那个是富途，所以要给大家看到选股的重要性不要买个 ETF 啦。我最怕就是人家说这个 ETF 能买吗？ ETF 你就买一个美股 ETF 涨了又涨了多少？不会发达的，对不对？我们要考自己眼光选一个好的股票。OK， 那好了，这张图呢是我们 GMT 内部的12月28号的在 GMT 内部里面，我是有明确的讲了那天晚上就讲了，应该就一个股票在整个10月份我说捞底的4个股票，这是第4个股票。OK，所以呢10月份每个星期讲一个捞底股票。最后一个这个星期第4个星期的时候，我就讲到富途 ，OK，
那为什么 GMT 讲外面不讲呢？第一个 GMT 里面我有很多的时间给大家铺垫啊，我们每个星期五晚上是有4个多小时啊，所以很多时间。第二个，每个星期我们聚会啊，一看不风吹草动啊，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会警告大家要走啊，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个我就比较敢讲多一点点个别股票。第三个，我进来 GMT 之后，也是把所有的股票开通啊，股票的课程开通给大家先学习。那有了这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基础之后，那我可以比较大胆点的一个讲解了啊，因为大家的能力比较高了，对吧？我们明确的在10月28号，明确在10月28号有讲过，富途是完全被市场错杀的股票啊！我还记得这个前几次有一个直播里面有一个网友来问我富途怎么样啊？我不知道那个网友在不在，今天在不在啊？那当时呢我就说，哎，我在公开场合不讲个别股票，但是既然你问到了，我说作为一个用户我是很开心的而长远来说，一个公司如果有开心的客户，他的生意会做得很好，股票也不会差。对不对？我是这样讲的啊，婉转的讲了一下啊，当时应该是跌了蛮低的，所以那个网友来问啊，富途还能买吗？这样怎么看啊？那当时34块，现在是68块，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月之内 double 了，一个月之内翻了个倍啊，所以是66啊，这个66块多啊。好，那为什么啊？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因为在这里错过机会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学到东西。学到东西的话，以后还能够继续的这个看，对不对？这一点我想带出的，这是我个人的真实的买卖。OK，有时候呢，what 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 when， 什么时候、什么价位、什么时候、什么价位。所以选股5部曲到了第4和第5步，第3步是 what， 买什么股票，第4和第5步是 when， 什么时候、什么价格 how much 什么价格 when 来买，对吧？那当然，这里的技术指标啊，还有基本因素啊，还有业绩报告啊等等，综合在一起啊，我们看到，我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有给大家讲过，对吧？这个富途很好啊，等等等等啊，我讲过之后我就买了，不会等到什么样啊，我要对自己的这个负责任嘛，我没有叫大家买啊，我不做买卖建议，但是我只能说，哎，我买了。我买的原因什么？所以我在年初1月份拍摄那个视频的时候买了 ，OK。后来呢，它跌下来，业绩报告出来跌下来，跌下来之后，我是在26块的时候是大量买啊，这个数目很大啊，这个虽然买卖点只是一个蓝色点，但是我那时候是大量买，所以它一旦反弹到36的时候，我就放掉一点了。放掉一点 ，OK，因为我买了很多啊，后来再上去了以后又放掉一点，但是我还是持有很多的啊。那到了最近一次的业绩报告出来，那下面有个E就是 earnings report 业绩报告出来，我一看很好哎，所以它涨我就买了啊，它涨了我再买，它涨了我再买，它跌了那我更开心更买 OK。然后到了10月底的时候，我给大家刚才那个做研究报告啊，这个10月28号那 GMT 的时候啊，我做那个功课的时候也不是随便做的，对吧？我花了好多时间，所以在花了好多时间之后，我再一次自己买所以我不是建议大家去买，我只是说，哎，我最近买了，为什么我会买？所以刚才那张 PPT 的 slide 是告诉大家，哎，我最近买了，为什么会买呢？给大家参考买的原因。OK 所以我不做买卖建议。大家看到每一张PPT 下面我说不做买卖建议的，对吧？但是我会告诉大家，哎，我最近买了，为什么我会买大家做个参考啊。所以当然最近我又放掉一点，对吧？放掉一点之后，因为我在最近又买了好多，所以我又放掉一点所以给大家看到，不光是有 what， 还有个 when 希望大家学到东西。OK。那又有一个问题了老师请教你没有我们这些没钱投资的人，在经济大萧条的时有什么机会，有什么行业值得我们在经济萧条后有翻身的机会那我们来刺激一下大家的大脑，好吧我们的思维我们来想一想没钱的人最缺的是什么？
大家在留言区写一下好不好？我们来互动一下，没钱的人最缺是什么 ？OK，没钱人是不是缺钱？肯定的了，要不然不叫没钱的人，对吧？那除了缺钱还缺什么？大家可以写一下啊。那我想到第一个缺钱，真的是缺钱吗？你觉得没钱是个结果还是一个原因？又回到了因果了。我曾经也没钱的，现在很多钱，所以没钱是个原因还是个结果？如果你觉得没钱是个原因的话，你永远会被没钱困着，对吧？明白吧？OK，这个没有对与错啊，但是我们的胆量你胆量你去做空会输得更惨，你去买什么期权会输得更惨啊。我们一个个来啊，知识了胆量了 OK， 那我们一个个来啊。所以呢，第一个，如果你是被没钱困住的话，你永远会没钱。听得明白吗？因为你这个原因嘛，我改变不了原因嘛。但你觉得，哎，我现在没钱是因为以前什么什么什么缺乏了，所以这没钱只是给我一个信号，一个分数，告诉我我要改变头脑要改变，对吧？所以要改变改变不是改变身体现在不是靠劳力去赚钱的，是靠脑力，不是靠劳力，是靠脑力，对吧？所以缺钱，缺赚钱的脑袋，对吧？也不是机会，机会我们刚才说了，每天都在，你要有能力看到这个机会，然后有能力去把握。OK，那好了，有些人说了创造价值的能力啦，赚钱的能力啦，是一个能力。大家想一想，如果你可以像七爸爸一样看股票看得很准，对不对？我只是这个钱到最后够用了，对吧？假设我今天没钱，但是我有了这个能力。今天我没钱，但是我有这个能力。有没有基金会请我？有没有基金会把他们的钱给我管理？我帮他们赚了钱，分一点点的分红 bonus 的check 不赚钱不收工资，赚了钱分一点点，有没有？对吧？我今天绝对不会这样做了，因为我不喜欢跑去基金那里打工了，对不对？有很多的其他的问题，politics 等等的。但是如果今天没钱的话，但是有这个能力的话，我可以去基金那里帮他操盘投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赚钱的能力是更加重要，而赚钱的能力真的不要给这里限住，对吧？这里眼光和当然有些技巧啦，有些判断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所以其实你看，为什么发财人这么少为什么很少人大多数的人不跟七八百来学习永远就是肯学习的人，肯做功课的人，肯改变自己的人是少的，对不对？大多数人的脑袋怎么样？我懂了，我知道了，胡思乱想一大堆这个机会没有啦，政府不好啦，什么不好啦，这个不好了，那个不好了，富人不好啦，一大堆的脑袋里面的虫子在里面。OK，你肯跟我学习的少了一点了，是学习之后又行动的人又少了一点，对不对？肯改变自己的，虚心学习的，可以成功的。我曾经也没有钱的，是不是？OK，然后这个是我们最近拍的那个沙丁鱼说要找一个更大的傻瓜来，所以先要做一个傻瓜。所以有一个网友留言就是，哎，我就是那个傻瓜那七爸爸给我现在建议怎么做呢？我觉得还是一样的同样的你第一个要分清楚，你到底是在投资还是在投机。投机的话就停掉它，断掉它；如果是投资的话，那先要求知我们有一句话现在叫智商税，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会被人家抽智商税被骗啦，或者股票市场里面输掉冤枉钱啦，比特币里面输掉冤枉钱啦，很多地方输钱所以还是要学习在市场里面交学费是最贵的，也是最冤枉的，也是最痛苦的，不开心的，好吧？所以希望这个回答你那如果大家跟我学习的话，有3个选择你自己选了免费的选择或者是用一点点钱拿到我的送给大家的一个公益课的礼物，30年的经验，7块钱来换，或者是跟我 GMT 一直每个星期天
来跟我一起来在全世界寻找。我刚才讲过了，明年的美国有机会啊，但中国和香港会有更大的机会。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有更大机会，好吧？我在这方面全世界的那个股票市场一直有花精力去找啊。暂时我找到最好的是在这2个地方，但是找个别股票要比整体的更重要，好吧？我们来看看现场观众的几个问题呢。我们今天的时间哇，已经超过了1个小时了啊！本来我们直播预留是1个小时啊，感谢大家的参与，来回答几个问题啊。大家也可以考虑3个不同的学习的途径来继续虚拟货币暴雷是否有可能像 Domino Effect 的第1章雷曼风暴再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绝对有不小的可能啊，不小的可能。OK。就是其实我刚才也讲过了，虚拟货币暴雷只是个症状，背后的原因是加息和缩表，所以是那个资金，以前是资金泛滥，现在是那个 pendulum 那个钟摆效应往其他地方走。那些资产涨的时候涨得好开心，越来越多人进来，跌的时候啊，如果是那些有点像老鼠会一样，一定要涨才能才能有新的人加入，才能旧的人获利。一旦不涨的时候啊，崩盘崩下来的时候，谁都要逃跑都要逃走的时候，也缺乏基本因素的话，那这些会先暴雷，好吧 ？OK， 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现在买中概股可以吗？需要等到回调一点吗？哎，刚才不是今天整个不是在讲过了吗？对吧？整个方向在这里啊，那不能保证今天买就是最低点，或者明天不会调整，这个短小的波动，就是很难看到了啊。但是还是那一点啊，可以是专注买好的股票是更重要。好的股票的话，不光是有个大势啊，我们有一句话叫 alpha 啊，大势上下叫 beta 啊，那个如果我们能找到好的股票都是 alpha 加 beta 那就不得了了，好吧？所以我们2个都要。但是贝塔我们控制不了，大势有时候当然也能控制了啊，但是还有很多的不明朗因素，我们要找的是 alpha 好的公司。OK， 好那今天最后一个是吧？考虑像巴菲特一样投资台股吗？OK，台股现在我一直在留意我也有台湾的学生在我的研究团队里面一直有留意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一个让我资金投台股的一个股票我也非常的盼望但是作为一个不是台湾人，我是希望有台股的投资，因为我可以分散投资的风险。如果作为台湾同学的话，我是这个台湾的朋友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不要把所有的钱放在台股里面。因为你们的工作、你们的房子、你们的收入、你们的货币存款货币都在台湾那如果股票也在台湾的话，那有点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太好，好吧？OK， 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次再见，好吧？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赶快订阅频道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10万个随时到10万个。还有一个就是到了10万个之后，我会有一点公益课给大家，那大家就感谢了我们下次再见这3个学习途径选一个了，好吧？OK，拜。